我毕业回国那天，关环宇带着一帮朋友来接机，刚见上面，他便单膝跪地，掏出了一枚戒指，文文，嫁给我吧。说着，还不等我回应，就把戒指往我手上套。很尴尬，戒指买小了，套不上。他身后的梁菲菲一声惊叫：“哎呀，忘了姐姐比我胖一点了！”朋友们都紧张起来，偷偷打量着我的神色，却见我淡淡一笑：“那正好，送你了，戒指和男人都送你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真的吗？谢谢姐姐。梁菲菲夸张地笑着，一把抢过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无名指上，严丝合缝，尺寸正好。关环宇扬怒道：“胡闹！你是不是故意买小，就想着中饱私囊的？哪有？我是不知道姐姐在国外又长胖了点吗？”梁菲菲不依了，撅起了嘴，冲着关环宇撒娇：“人家好心帮你去挑戒指，还落埋怨？哼，你呀！”关环宇笑着点了点他的鼻头，无奈又宠溺。他在笑，他在闹，朋友们在看，独独我像一个背景板。长途飞行的疲惫还冲刷着我的身体，我无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再欣赏这场闹剧。若没别的事了，我就先回家了。说完，我拉着箱子就走。关环宇终于想起了今天来机场的目的，忙追上前，抓住了我的行李箱。文文，戒指是我求着菲菲帮我挑的，这么多人在呢，你可别又甩脸子。梁菲菲正举着手在那美美欣赏那钻戒呢，闻言偷偷隔着关环宇的后脑勺冲我翻了个白眼，嘴上却说：“是呀，姐姐，别生气啊，我和宇哥都多少年的兄妹关系了，你可别多想。”在场的朋友们神情都有几分微妙，却碍于关环宇的面子没有开口。是啊，他们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啊，怎么会惦记我一个求婚戒指呢？我扬起了唇角：“梁菲菲，论年龄我比你还小半岁呢，你这声姐姐我当不起，戒指和你的宇哥都送你了，别再来恶心我。”梁菲菲和关环宇齐齐神色大变，我却懒得再搭理，扯过行李箱就走。他们还以为我会如从前一样忍气吞声，毕竟曾经只要关环宇低头道歉，再可怜兮兮地解释一番，我就会心软。可那是因为我曾捧出了全部的真心去爱他，真心是要拿真心去换的，而不该是他和梁菲菲拿我当傻子玩的理由。梁菲菲是关环宇父亲故交的女儿，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相比之下，我与关环宇的同窗情谊，大抵的确是不够看的。当初是他大张旗鼓地追求的我，桀骜帅气的少年，风雨无阻地陪我去图书馆，陪我吃遍学校内外的大小餐馆。他还带我见他的朋友，他们都笑嘻嘻地喊我嫂子，明目张胆的偏爱，让年少时的我很快便动了心。可原来关环宇的所谓偏爱，并不独属于我一个人。在我们确认关系的第2个月，他就带了梁菲菲来和我一起吃饭。后来我们之间的约会，便常见他的身影。开始我当他真是关环宇的表妹之流，还试着小心讨好过。可梁菲菲从不肯叫嫂子，反而一口一个姐姐。还是关环宇的其他朋友实在看不下去，才提点了我2句。原来是这么个比我还大些的好妹妹。我与关环宇争论，他却处处维护着梁菲菲。菲菲连恋爱都没谈过，你可别瞎琢磨。梁菲菲知道了，倒先委屈的不行。宇哥，姐姐若不喜欢我，我便少来烦她吧。关环宇便会追着哄她：“别啊，不照顾好你，梁叔叔会生我气的。”可真是兄妹情深，倒显得我像是个插足的恶人。他对我的那些好，在梁菲菲面前一点都不够看，倒像只苍蝇
恶心了我好多年。见我步履不停，竟是真的要走。看戏的朋友们终于有点慌了，纷纷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我：嫂子，宇哥准备了好久，还特意把我们都叫过来见证的。对呀，你就给大家个面子，别和他置气了，高高兴兴的日子别扫兴啊。嫂子，朋友，我是独自来外地的大学求学，关怀宇却是本地人。这些人真要论起来，都是他的朋友圈子，一个两个的，嘴上叫着我嫂子，私底下却又捧着梁菲菲。我在国外这一年，他们可没少帮着关怀宇和梁菲菲打掩护，明里暗里的蛐蛐我是个外地人，想攀关怀宇的高枝。眼见我让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关怀宇也沉下了脸。罗嘉文，你今天是一定要挑事是吗？梁菲菲则直接哭了起来。我明明是好心，怎么就让姐姐这么生气了啊？你别走了，还是我走吧。又是这样，梁菲菲每次都假意退让，反而显得我小肚鸡肠。反正关怀宇每次都会去哄她的，让她走。关怀宇果然心疼了，一回来就找不痛快。我看他刚回国，能走哪去？原来他也知道我在这座城市并无落脚处啊，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伤害我吧。我越走越快，将这群人都抛在了身后，没有回之前和关怀宇同居时租住的小公寓。我在大学校园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刚收拾好行李，手机就响个不停。是关怀宇的7、8个未接来电和他刚发的一条短信，连公寓都不回了。罗嘉文，你出国1年真的是硬气了。不想理睬他，我点开了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起飞前关怀宇发的最后一条消息：别生气了，文文，等你回来给你个大惊喜。在网上却是大段大段的争吵。是的，其实回国前我们就已经常常吵架了。我恨他总是和梁菲菲单独约出去玩，他的朋友圈里总是不经意地露出他的身影，每每搅得我心神不宁。他怨我疑神疑鬼，老是死盯着梁菲菲不放，对联和老朋友们出去玩也要和我报备，不胜其烦。一个人在国外，学业压力本来就大，还常常逆着时差和关怀宇掰扯到深夜，我早已疲惫不堪。直到回国前，我们也并未和好。真不知道关怀宇哪来的自信，在接机时直接求婚，还带着梁菲菲。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曾主动提分手吧。毕竟关怀宇是我的初恋，我爸妈都是彼此的初恋，一生虽然吵吵闹闹，却也相濡以沫地陪了彼此数十年。我对爱情最初的想象，也是如我爸妈那般简单，却始终如一的陪伴。可爸妈从未教过我，两个人中间若一会隔了另外一个人，又该怎么办？等了一会，没有任何新的消息过来，我有些自嘲地笑笑。我到底还在期盼些什么？他大概是在等着我先低头吧。他早已经习惯了我在这段感情里一次又一次的退让，可爱和耐心都是消耗品，用一次就少一次，我已经让得够多了。朋友圈突然跳出新的小红点，一点开，梁菲菲新发的动态就跳进了我的眼帘。晦气！我正要去点开她的头像删了她，手却蓦地顿在了半空。那是张他比着剪刀手的自拍，手上的钻戒在客厅顶灯的照耀下很亮。配文：哥哥亲自下厨，今天又有口福喽。照片里，他的身后是关怀宇在厨房忙碌的背影。他竟然又把他带回了父母家啊！回想起第一次上门，关父关母对我的不咸不淡和对我家境的旁敲侧击，他们对我大抵是不满意的。梁菲菲那样从小在他们眼前长大，又会撒娇讨好的姑娘，
才是他们理想的儿媳妇吧，而不是我这样又好强又倔强的外地女孩。所以，哪怕那次我主动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他们还是对我不满意。而且，原来关环宇是会做饭的啊！在一起这么久，在我们的小公寓里，从来都是我做饭，若我没空，便是点外卖。我生病时，曾开玩笑似的问过他，能不能给我做顿爱心午餐？他转头就点了份旁边酒楼的套餐，还和我大言不惭：“文文，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我有钱给你点最好的。”如今再看他给别的女人殷勤做饭的背影，有种被狗咬了一口的恶心和无力感涌上心头。事情做到这种地步，我没理由再忍下去，果断给梁菲菲点了个赞。我留言道：“祝你们相亲相爱，天长地久。”删除拉黑，手机关机，世界终于清静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我打开门，关环宇站在门外，眼下青黑，面色凝重。文文，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举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梁菲菲的朋友圈，以及我的点赞和留言。下面共同好友们的回复都炸开了锅，纷纷问是什么情况。我笑笑，意思还不够明显吗？我祝你们幸福。他的目光直接对上我的眼睛，终于软下了语气：“我们好好谈谈吧。”我侧身让他进来，关上门，然后靠在门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他。昨天的事，我很抱歉。关环宇站在房间中央，眼神闪烁。我爸妈买了很多菜，本来是想叫你来家里吃饭的，你走了，我没想太多，就带菲菲回去了。我轻审，所以你带她回家，还亲自下厨，就是为了弥补我没能去的遗憾。你自己听听，这说得通吗？我和菲菲真的没什么啊。关环宇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她只是我妹妹，我跟你都解释过很多回了。是啊，解释过很多回，争吵过很多回，他们越走越近，我们渐行渐远。我压根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绕过他就准备进浴室洗漱。见我不搭理他，关环宇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道有些重，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我爸妈听说你回来了，很想见你。文文，跟我回家吧。我忍不住出言讥讽，是吃你们昨天的剩菜吗？还是又等着我上门去做饭？别这样。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恳求。戒指我已经重新给你定制了，这回一定合适。我转过身，直视他的眼睛。哦，那梁菲菲手上那一枚戒指，你要回来了吗？见关环宇支支吾吾那个样子，我哪里还不了然。恋爱以来，关环宇送我的每一份礼物，梁菲菲都会缠着他要一份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到生日蛋糕，大到纪念日惊喜，无一例外。梁菲菲总是会嘟着嘴撒娇，说妹妹可还单着呢，哥哥可不能厚此薄彼。每一次关环宇都象征性的推脱一下就依了他，到后来都习惯了，礼物干脆直接备2份。可谁会愿意连结婚戒指都有个妹妹和自己戴一模一样的？反正我是不愿意的。我转身不再看他，径直走进浴室，关上门，将他和所有的痛苦都关在了门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苍白的脸色，心中却是一片清明。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下去了。我洗完脸，走出浴室，关环宇还站在原地，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文文，对不起，他似乎难得的自觉理亏，手上托着戒指，有几分手足无措。我躲开了他递上前的戒指。关环宇，我不想要你的道歉，要么我们分手，要么你和梁菲菲绝交，你自己选吧。关环宇表情有点崩溃。文文，她是妹妹，你是爱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我是想娶你，可这也不代表我就不能别的有亲情和友情了吧？有偷换概念，梁菲菲在他这又是亲人又是朋友，当真是不可或缺。是啊，他当然想尽享其人之福，可我受够了。这一次，我不想吵，也不想闹了。失望攒够后，人竟然是平静的。我冲他扬起了回国以来最明媚的笑容，在他眼神亮起时，轻轻地说：“那你就是选了他，关环宇，我们分手吧。”不是，我今天姿态已经摆得够低了吧？罗嘉文，你要闹也适可而止。关环宇终于被彻底磨没了耐性，要不是已经和你谈了这么久了，我爸妈又催着我结婚要孩子，我至于这么上赶着和你求婚吗？分手是你提的，我跟你说，你别后悔。他摔门而去，徒留我笑得流出了眼泪，笑自己5年青春都喂了狗。门又被敲响了，你还回来干神？话说一半顿在了嘴边，我呆呆地看着门外高大的男孩，脸上泪痕还没干，不认识。但阳光开朗的笑容和一身紧实的肌肉让人很难移开眼。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小文姐，是我呀，邢怀安。他挠了挠头，有些羞涩，居然是家乡隔壁邻居家的弟弟。小时候常跟在我屁股后头的小跟屁虫，居然长这么大了，比我高了快1个头。自从我高上了寄宿学校，就很少能碰见他了，但两家的父母倒一直是和睦的友邻，碰面常常会聊几句闲嗑。怀安，你怎么会在这？见到故人，我又惊又喜。我也考上了小文姐的大学呀，今年大2了。邢怀安笑得爽朗，阿姨让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我明白了，肯定是我妈知道我回来。昨晚又听说我和关环宇吵架了，不放心，透露的我的行踪。进来说话吧。我侧了侧身，却见邢怀安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说话也结巴起来。不了，小文姐，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等你换好衣服，我带你回学校转转，顺便吃个饭吧。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身上还穿着轻薄的睡衣。他是在避嫌。回想起我在国外时，关环宇和梁菲菲出去旅游，居然只开1间房，虽然是标间，但也够奇葩了。可关环宇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和我说是我想太多，他既然主动报备，当然是问心无愧。人与人的差距可真大啊！被这段好哥哥好妹妹的感情纠缠太久，我都几乎忘了，原来正常的男生对异性朋友是该有分寸感的。时隔1年多重返校园，我还是有些感慨的。熟悉又陌生的景色，物是人非。好在邢怀安在身边，一直在讲着学校最近的八卦和趣闻，几次逗得我捧腹大笑。可我的笑容很快僵在了脸上。不远处的情人坡，正在紧紧相拥的两人，不是关环宇和梁菲菲又是谁？怎么了？邢怀安见我突然停下脚步，也跟着看过去。咦，我刚刚在酒店电梯口好像还碰着这个男的来着。他顿了一下，小心地看了看我的脸色。小文姐，这不会是你刚刚提到的男朋友吧？是前男友。我纠正他。关环宇和梁菲菲听到了我的声音，猛地分开。他们看到我时的表情，就像是活见了鬼。梁菲菲挽着关环宇的一条胳膊没松，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文文，你怎么在这里？关环宇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惊慌和心虚。我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没有回答，绕过他们，径直往前走。文文，等等！关环宇追了上来，拦在我面前。我和菲菲没什么，她只是难过，因为她让我们闹分手了，哭得厉害。我安慰她一下，我忍不住嗤笑。关环宇，你是觉得我还在乎你们的事吗？球锤的锤，
还装得这么辛苦，不累吗？我再来晚一点，估计这两人都亲上了。梁菲菲这时候也凑了过来，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挑衅。姐姐，这位帅哥是谁啊？你们俩看着也很亲密吗？原本还着急着解释的关环宇，这才注意到邢怀安似的，顿时用警惕的眼神上下打量起他来。是啊，文文，你突然和我提分手，难道是因为他？好一个倒打一耙！我笑了，哪的话呀，不比你们兄妹情深。我和我这个弟弟可是久别重逢，正要好好叙叙旧呢。身边的邢怀安也配合地开口了，看样子你们就是让小文姐不开心的人喽。关环宇还是怀疑，弟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什么弟弟？是啊，姐姐，之前我还拜托你和宇哥给我介绍对象呢，有这么帅气的弟弟，怎么不介绍给我？姐姐莫不是想藏私？梁菲菲捂着嘴笑，眼神开始粘在了邢怀安身上。是啊，他之前可没少缠着我和关环宇给他介绍对象。刚开始关系还没完全闹僵，为了他能少拦在我与关环宇中间，我还真上心给他推荐过几个条件不错的单身朋友。没想到他做天做地，挑三拣四，一个都看不上，还跑去和关环宇告状，说我是不是瞧不起他，介绍的对象个个不如他。偏偏关环宇还就吃这一套，哄着说他值得更好的，年纪小不着急，慢慢挑，他比我还大半岁呢。叫一声莫名其妙的姐姐，就真的当自己天真烂漫了。可能因为我不爱喝茶吧。邢怀安冷了脸，后退半步，对梁菲菲的嫌弃不加掩饰。梁菲菲气得跺脚：你，宇哥，你看他们。文文，别生气了，跟我回家吧。关环宇此刻却没再顾着哄他，只是定定地看向我，还伸出手想来拉我。邢怀安却抢先握住了我的手。我如今可是小文姐的守护者，她既然不想再和你在一起，谁也别想强迫她。我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心中愈发坚定，看向关环宇和梁菲菲，我语气冰冷：你们两个，我都不想再看到你们的兄妹情深，也不用再给我表演或解释了。说完，我拉着邢怀安的手转身离开，留下关环宇和梁菲菲在原地，脸色难看至极。带走远后，邢怀安很快松开了我的手，脸隐隐有些红。小文姐，我刚刚是一气之下想刺激刺激那个渣男，没有要轻薄你的意思。我踮起脚拍了拍他的头，没事啦，我知道的，多谢你。长得这么高了，头拍起来远不如小时候顺手了。却见他耳根都红透了。我们继续在校园里游荡，闲聊着这么多年不见的时光里的点滴，直到暮色四合。邢怀安的手机突然震个不停，他掏出来看了看屏幕，眉头突然紧紧皱了起来，开始迅速地打字。怎么了？我感觉不对劲，探头去看，没什么。邢怀安下意识地想要捂住屏幕，可我已经看到了，是我和邢怀安手拉着手的背影。我竟然和邢怀安一起被挂在了校园墙上。有人匿名发帖说我劈腿，抛弃了关环宇，勾搭在校的学弟。帖子里还附上了昨天我和邢怀安一起走在校园里的照片，但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编排下，成了我背叛关环宇的铁证。下面还有几个煽风点火的评论，我一眼就看出，其中不乏关环宇和梁菲菲的狐朋狗友。我看着那些被刻意曲解的文字，心中涌起一股怒火，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真是好样的。邢怀安紧握着手机，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可还是努力镇定着告诉我他会解决这一切。小文姐，别担心，
我喊了我篮球队的兄弟们帮忙澄清，不会让他们给你泼脏水的。我摇摇头，我都毕业了，没什么事。何况我与关环宇、梁菲菲那点破事，相熟的朋友都知道，只是怕影响到你在学校的名声。邢怀安很坚持，不行，不能让他们倒打一耙。他发帖回击了，我与小文姐是发小，今天才重逢，倒不知道这谁这么多事，上来就造谣。附上了我俩小时候和双方父母一起在大院里的童年合照，照片中的我们笑容灿烂，无忧无虑，那是最真实的我们。同时，邢怀安联系了他在篮球队的朋友们，也开始在评论区为我们辩护，揭露真相。开玩笑吧，谁不知道我们邢大帅哥最是纯洁高冷，女生靠近点就脸红，情书都拒绝了多少封了，哪里是会去撬人墙角的人？就是，怕是有些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原本那些恶心人的评论很快被挤了下去，我才知道邢怀安其实还挺在学校里还挺受欢迎的，篮球队前锋，阳光帅气，还一直单身，学校里有不少他的小迷妹呢。本以为这事就这么澄清了也就过了，可我低估了关环宇的不要脸程度，他竟然实名回帖，大发回忆，渲染他对我的深情，试图塑造一个苦苦等我回国却被狠心分手的被抛弃者形象，给我都气笑了。这么完事吧，那么最后一丝因为旧情而给他们的体面都不要有了。我把自己整理好的关环宇和梁菲菲一直暧昧不清的证据一一贴了出来，这些证据包括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的照片，我们关于梁菲菲争吵的聊天记录，以及梁菲菲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些暗示性极强的动态。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和关环宇之间的问题远比我出国的时间要早。而他们俩一点都不纯情。回帖的最后，我还附上了一个重磅视频，视频里关环宇喝得烂醉，还躺在梁菲菲的腿上冲她举杯。他故意问，等文文姐姐回来，宇哥是不是就不能常和我们出来玩了呀？关环宇很不耐烦，开心的时候提他做什么，他还管得了我不成？接着喝，宇哥，你知不知道我也喜欢过你的，我舍不得。梁菲菲的声音很轻，却清楚地透过麦克风传到了大洋彼岸我的耳朵里。菲菲，你才是我爸妈最认可的儿媳妇。关环宇几乎要睡去，却还是喃喃着回应，而梁菲菲低头亲了上去。这段视频怕是连关环宇都不知道，是回国的飞机起飞前梁菲菲发给我的，很快就撤回了，可我已经颤抖着手保存下来了。现在这把梁菲菲亲手刺向我的刀终于可以还回去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帖子很快就被顶上了校园热榜，发布者着急忙慌地删了帖，可还是架不住有人开新帖放截图，接着讨论。关环宇和梁菲菲作为已毕业的老学长老学姐，也算是在学弟学妹面前火了一把。后面的纷纷扰扰，邢怀安没有再让我管，他说学校里这点事他来搞定就行。我便开始安心投简历找工作。说来好笑，本科时虽然找男朋友眼瞎，但好在绩点还不错，不然也没办法顺利申请到不错的海外硕和全额奖学金。而在国外读研期间，每每被关环宇和梁菲菲气得睡不着觉，我就连夜怒干 paper， 竟然也有了几篇不错的成果。工作找得很顺利，我很快就租好了新的房子，搬离了酒店。关环宇其实还来酒店找过我一次，胡子拉碴的，眼圈乌青，状态并不好。文文，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他哀哀地看着我，甚至跪下来求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我静静地看着他。关环宇，那天我只是和邢怀安一起在校园里散步，你就跳脚要给我泼脏水了。你和梁菲菲这么多年，哥哥来妹妹去，恶心我还不够多吗？适可而止吧，滚回去和你的好妹妹好好在一起，你还不至于两头空。关门的时候，关环宇低着头，看不清神色，只是跪着的脊背已经有些弯了。他大抵是后悔当真把我弄丢了的吧，可我不在乎了。我现在苦恼的是另一件事，邢怀安这小子好像是真的喜欢上我了，甚至还发动了我爸妈来劝我。我这才知道，其实这些年他托他爸妈向我爸妈打听过我很多回，只是那时候我有男朋友，又常年在外地，我爸妈便也没有和我多说。直到他高考完，追来了我的大学。用邢怀安的话说，他原本只是惦记着童年时对他很好的漂亮姐姐，直到重逢，见我独立又优秀，还能有条不紊的冷静锤死渣男贱女，瞬间心动。谁能受得了？小奶狗用气泡音说：“小文姐，你真的好美呢。”我用年纪比他大推脱。他说女大三抱金砖，我说怕他分不清对姐姐的喜欢和真正的心动。他直接公主抱起我，盯着我的眼睛，抓着我的手，让我听听他的心跳。爆红的脸让我一秒破功。他的心跳很快，于是我的也是，主要还是胸肌实在太好摸了，连父母这回都不曾激烈反对。毕竟我脸上越来越多的笑容骗不了人，总好过和关环宇在一起时总是强颜欢笑。这些年啊，让爸爸妈妈担心了。邢怀安是他们看着长大的，用我爸妈的话说，以邢爸邢妈的家风，他人品错不了。搬家、入职和邢怀安拉扯，一时间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让我不快的人和事了。直到关系还算不错的共同好友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报了一个惊天大瓜。事态发酵后，梁菲菲终于坐不住了，发帖声称，其实在我出国的时候，我和关环宇就已经开始疏远，并且分手了。他还说，他去关环宇家是因为她是他家认可的干女儿，如今更是要成为关家的儿媳妇，喜上加喜了。很显然，学弟学妹都不傻，很少有人买他的账。更何况关环宇其实消沉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发言，直到梁菲菲急眼了，逼着他再带他回家拍一段官宣家澄清的视频。可这一切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关父大惊失色，坚决拒绝梁菲菲和关环宇在一起，只说干女儿可以，可儿媳妇绝对不行。只是扯来扯去，理由都不够有力。梁菲菲当然不肯，一时间关家鸡飞狗跳。最后被逼急了的关父终于承认，梁菲菲竟然是他的私生女，他和关环宇居然真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太狗血了！关家至此算是彻底炸了锅。听说关父的战友，顶着一大顶绿帽子的梁菲菲战友提着刀上了门，女的哭，男的骂，日日不得安宁。原来我的所有预感都不是空穴来风，这一大家子人果然都有点不太正常。关环宇大受打击，不堪其扰，开始夜夜拉着朋友们买醉诉苦。这都叫什么事啊？其实朋友们现在也都看不上他们。共同好友给我绘声绘色的描绘完，又生怕我伤心，不住地劝我，文文，其实你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只是和宇哥他们认识的久了，抹不开面，分了就分了，你也别和朋友们都生疏了。我还沉浸在狗血剧情的震惊中，闻言只是一笑置之。其实我早已不再为关环宇和梁菲菲难过，
有些人和事就应该被遗忘在旧时光里，算是给青春交学费。旧友们就顺其自然吧。对了，以后关环宇和梁菲菲的事不必再和我说了。说着，我笑着看了看厨房里一边恶狠狠地切菜，一边时不时偷瞄我的邢怀安。某个人啊，会吃醋，假装兄妹，假装了这么多年的有情人，终成兄妹，怎么不算大快人心呢？便让他们彻底锁死吧。我还有大好的人生要过，还有粘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